走在癌症治療科技尖端的台北榮總放射腫瘤科吳元宏醫師，之前為大家介紹過全台灣第一座重粒子中心，現在再帶我們一窺頂尖科技 BNCT 棚中子捕獲治療。ATSF 的朋友大家好，那我們是台北榮總的重粒子及放射腫瘤部吳元宏吳醫師，那很高興又跟大家見面。我們今天在這個竹北的和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棚中子捕獲治療中心。那我們今天等一下要執行的是 BNCT 這樣子的一個治療。那 BNCT 是目前全世界積極發展當中一種新式的癌症的放射治療方式。那它最特別的地方，它是標靶式的放射線治療。那我們過往其他的放射線治療，包括我們的光子、質子，甚至是重粒子，都比較是仰賴醫師的經驗，然後還有在影像上面判斷，來勾畫出腫瘤的位置，來設計我們的治療計劃。但是棚中子捕獲治療，它除了剛剛以上的這些條件之外，它會再加上藥物的這個設計。那我們會在照射之前，會先給病人注射含有硼這樣子的一個藥物。那這些藥物會比較選擇性的進到癌細胞。所以我們一樣在做放射治療的時候，癌細胞收到的劑量會比旁邊的正常組織的劑量會高出許多倍。那所以我們可以達成所謂細胞等級精密度的這個放射線治療。那日本的腳步是最快的。在日本的話，在2020年，在復發的頭頸癌部分，日本的厚生勞動省已經給了這個棚中子捕獲治療正式的治療地位，給它藥證的這個部分。那同時日本的全民健康保險也開始給付這樣的一個治療，在復發頭頸癌的部分。那但是這個治療其實要追溯到非常久以前，大概在1950年代、1960年代，在美國，其實在美國就已經有開始在做這樣子一個治療。那當時主要治療的對象是以復發的腦癌為主，但是美國它後來在一段時間之後就比較停止這樣子的治療。那後來是日本接棒這樣子的治療，但是到現在，其實在台灣、在韓國、在中國大陸，那在歐洲，那還有在這個阿根廷，也都有陸續的在發展這樣子的治療。那以這個目前的趨勢，就是過去的話是用原子反應爐來做這樣治療。那原子反應爐非常的大，那這個體積上面也不太可能裝在醫院裡面，所以這個部分來講，原子反應爐後來走到了一個局限。所以目前來講，新的趨勢是用所謂直線加速器。那就可以把原來大概好幾個游泳池這麼大的這個體積，把它縮小到大概只需要幾個房間這麼大。所以像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就是和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棚中子捕獲治療中心，它大概只有占地大概就幾個房間這麼大，所以就蓋在這個中國醫藥大學竹北分院的這個地下室裡面。那未來台北榮總在2027年預計我們也會蓋好新的棚中子捕獲治療中心。更早以前在2004年左右，在意大利那邊他們有個團隊，他們也是治療肝，也是用 BNCT， 但是它是治療大腸直腸癌的肝轉移。那它是一個很多科的轉移的病人，所以他們當時判斷用一般的方法沒辦法好好處理，他們做了一個很激進的方法，所以他們是先把病人全身麻醉，然後在開刀房裡面把病人的肝拿出来，然後包在塑膠容器裡面，對着這個反應爐的中子射源做照射，也是做了 BNCT， 然後做完以後再把原來的病人這顆肝再把它種回去，所以等於是做一個自體移植的這樣子一個動作。那後來那個病人大概又存活了大概3年，那治療效果還不錯。這是當時意大利做的一個嘗試，但是這應算是空前有點像絕後了，對，因為即使過了大概20年到現在，我們也還沒看到有其他團隊想要做類似的狀況。那也許未來在台北榮總我們能夠裝在醫院裡面以後，我們配合我們強大的外科團隊，也許有機會在合適的病人上面再重現這樣子的治療方式。BNCT 它除了昂貴的問題，還有不容易取得的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還是有醫學倫理上面的考量。因為 BNCT 它目前全世界可能只有做過4000例到5000例而已，等於說所有的醫師大家都還在摸索當中。台灣在2025就過去的這一年，我們應該算是單年度病例累積最快的一個地方。那目前和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們有發一些大願，他們目前捐贈了大量的這個含硼藥物拿給台北榮總，所以有一些病人他在傳統治療
預期沒有辦法達到很好的效果，或者傳統治療失敗以後，我們會申請所謂的恩慈治療 compassionate therapy。那這些恩慈治療的話，我們會選一些比較不常做的這些適應症。那目前我們做過的包括有一些復發的肉瘤 sarcoma 這一部分，或者是 melanoma。那目前初步看起來都有一些不錯的這個效果，比如說像有本來是臥床不能動的病人都已經長褥瘡了，那在經過了我們4次的 BNCT 之後，現在是可以騎腳踏車復健的這個狀況。1分鐘過程當中下來，就是覺得有一些讓人特別興奮振奮的狀況，那也有讓人家覺得比較可惜比較失望的狀況。當然我們覺得就是在絕境當中希望能夠再看到一些光明的這個希望。那我覺得 BNCT 目前來說雖然是在一個研究當中的療法，但是也許對於一些在身處絕境的病人來說還是有一些希望存在。